你又要拦着我？这是你写的休书。你既已嫁入我傅家，便是我的妻子，我的家人，我不会再让你去做一次傻事。这里不是我的家，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老夫人也好，阿芝也好，傅家满门是死是活，与我都没有半分干系。让开！你又想去杀谁？庄世阳、齐王还是圣上？松开！松开！你不要逼我！你可知这一局，你为何落败？是我错了。权力之上还有更高的权力，我不该去攀附苗贵妃，更不该听你那些迂回的废话。我从一开始就应该杀了庄世阳。即便今日就撤下官兵，你如此闯入庄家，你又能活着出来吗？我从没想过要活着出来。我母亲枉死那日，这世间对于我来说便是无间地狱。你放开我，这一次我要庄世阳付出代价。你此刻应该感到贴心。圣旨当中有“祸不及家”4个字，否则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首了。是谁藏在那儿？出来！是谁？出来！母亲不要杀我！阿芝只是跟你玩捉迷藏，阿芝错了。阿芝，没事。不过，爹爹在，爹爹在。我先跟你开玩笑呢，啊，阿珍。母亲不要走，阿芝求求你，母亲不要走。阿芝，我从未养育过你，我不是你的母亲，更配不上你叫我一声母亲。这一切都是假的。不是假的，母亲明明答应了我。大人的事你不懂，我今天是要为自己的母亲报仇。阿芝不想母亲死，母亲等阿芝长大就来帮你报仇，好不好？阿芝只是想和别的孩子一样有母亲，有一个完整的家。我只是想和其他女儿一样有母亲，有一个家而已。我会让你知道，我不仅是你的女儿，也可以是你的依仗。我已在这无间地狱拖着残缺的身体，自我折磨的苦熬多年。你为何又要回来重蹈覆辙啊？为何啊，阿爷？母亲，我并非要你放下仇恨，但若此生只为仇恨而活，只为恶人而活，那又何尝不是一种愚昧自苦？给女儿一个机会，让我帮你寻找这世间上值得留恋的人或事，好吗？你我母女终究缘浅，就到这儿吧。我此生之遗憾，就是没能陪我的女儿长大。
去的母亲。阿芝不想再失去母亲一次。虽然母亲此前没有养育过我，但我们还有很多以后。母亲要陪着阿芝长大，而且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我们两个都是没有母亲的孩子。我们想母亲的时候，我可以抱一抱你，你也可以抱一抱我。要是母亲想念外祖母了，就来抱一抱阿芝，好吗？母亲终于找到阿芝了，这是阿芝要送给母亲的礼物。阿芝去年过生日时，不小心闯到了外祖母的宅院，她把这个送给了阿芝，上面刻有母亲的名字。此生只为护你，心的线谁来牵？时间的缘太浅，不愿你此生无挂牵，无挂牵，如愿这缘谁来牵？留下的遗憾谁来圆？也难免，我好想在梦里看见。送别的雪不愿见，时间的缘不太浅，我愿你此生无挂牵，我会无挂牵，如愿这缘不愿见，留下的遗憾此时也难免，我好想在梦里看见。共如愿，此刻你就在我身边。看你少夫人，阿芝睡下了。是。少夫人有件事，我要向您道个歉。何事？就不久前，南山医馆那次，我确实是看见了您，所以才故意说了很多话，但是大人确实没有看见您。他说的话都是发自肺腑的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弄巧成拙了。他当真不知？他难道还没向您解释吗？他确实是为了您，才被谢之受罚的。庄世阳告诉我，傅云熙是受了他的胁迫。庄世阳的话您也敢信啊？那日我都瞧得清楚，您晕倒之后，大人就把您抱到了屋内，他在床榻旁坐了许久，才决定为了您，把他之前的计划全盘推翻。直到那天夜里，庄世阳才拿这件事情来威胁他。他和我说过，但我当时没信。我沐风对天发誓，大人虽然是有这么一点点的心狠手辣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但他对您绝对是一片真心。若有虚言，我一辈子娶不到媳妇儿，一辈子打光棍。其实我都知道，我此前利用的便是他的真心。疼吗？你来试试。
庄世阳，我绝不放过。如今又添一笔血仇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根源皆在庄世阳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他罪行累累，确实该杀，但无论他如何死，我都不希望是你趁着月黑风高，闯入庄府行刺杀之事。为何？你别忘了，我们的婚姻是场交易，我帮你是有条件的。你也曾答应过我，要帮我照顾傅家亲眷。我不懂，你为何执着于此事？你明明自己也有保家能力。你只需要记住，既然是交易，我们都要守信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骗过我，我也骗过你。但这一次，我向你保证，我是真心的。你一直说，你想要一个家，你觉得，究竟什么是家？至少要有血脉相连的亲人，才能算家。就像你和老夫人寇二姨那般。你还不知道，我与傅家并无血缘，我只是傅家的养子。我父母死于战乱，我只是个孤儿。但只要有情有爱，这里便是我的家，也可以是你的家。云溪，寒烟，母亲，云溪啊，母亲，你们可曾听闻宫中的苗贵妃被赐死了？咱们家近来与她走得近，会不会招来什么祸端是非？母亲放心，我们与苗贵妃虽有结交，但还不至于遭受牵连，并且圣上已经下旨，不再追查此事，以此结果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是担心你们，云溪啊，寒烟，我们一家人能够聚在一起，是前世修来的缘分。我是害怕你们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我……放心，我们都不会有事的。只是，母亲您与二姨近来最好留在家中，尽量不要外出走动。我懂，之前是人人追捧，如今恐怕是人人嫌弃。你是怕我们出去遭人白眼冷落，我知道。时候不早了，我送母亲回去歇息吧。好，母亲，走吧。你还伤着，也回去歇息吧。无妨。当年的京城双孀，一个嫁入官宦清流之家，一个嫁入巍峨深宫之中，最后都落得一般下场。只怕这史册之中，又要多一位遗臭万年的祸国妖妃了。这一条人命，轻飘飘的，说没就没了。所谓贵女，实在可笑。
方才沐风告诉我，宇文长安的那个檀木盒子，穆言已探得进展。什么进展？苗贵妃一事太过突然，我与穆言还未能见面。明日我便回大理寺，你在家中等我回信。希望宇文伯伯不会让我们失望。这当真是我祖父的遗骸尸骨？没错，还有这些，都是宇文大人这些年暗中对庄世阳所犯罪行进行的调查记录。下至南巡泉州，借布政司衙门手牌，携3名干吏下儋州庄氏宗族祠堂，秘密开棺取庄汉良骨殖。这具尸骨，便是宇文大人暗中取来的。头骨呈青肤绒色，以皂水银铅炭之，无毒；以油脂陈醋验之，尸骨却现黑斑。推断死因为身中剧毒，但年久难辨，无法确认是何毒。这是督察院孙武做的验尸手记。看来宇文伯伯早就怀疑祖父之死是庄世阳暗中下毒。还有这个，西闻发觉，庄汉良暴死之后，为是阳病不出，家中餐食粒米不进，却命下人夜间外出觅食，有欲在永寿堂建小厨房，对庄世阳更是惧色难掩，种种行迹可疑，或知晓内情，悉闻30位士其闭口不谈，只作推诿之词。此事祖母知晓内情。此事宇文大人草草记录，并未详细说明其中缘由。他们的探查也自为时而断，没能寻到新的证据和证人。若此事当年能有结论，母亲后来便不会心存玉石俱焚之意。我们或许可以根据这些线索继续侦查，只是魏氏那边。后日祖母做寿，我便回庄府一趟。母亲3事未果，那我便做第4事。你可有把握？我自知我家这位老祖母最怕什么，知道她的弱点，便不难办。哎呀，今日这寿宴比这临江阁也不逊色，老太太能得庄夫人这样的好儿媳，真是好大的福气啊！碰，要我说呀，还是咱们庄夫人有福气，竟养出这般女儿，天生王妃的气度。碰，珊儿能嫁进王府，与王爷相敬如宾，那都是珊儿自个儿的福气。各位夫人都与傅少夫人熟识？不熟不熟，便生得很，说过几句闲话罢了。恕妾身眼拙，这位夫人是？不就是祸国妖妃座上宾吗？还能保命，便该烧高香了，还敢来搅扰这大喜的日子。夫人说笑了，终归呢也是庄家的女儿，也是要向老太太尽孝心的。祖母她，主母在上，嫡姐在前。妹妹进来既不敬称母亲，也不行礼，是哪门子的规矩教养？今日是祖母寿诞，姐姐还是和气一些为好。和气？好，我送了祖母一整套类丝嵌宝首饰，她爱不释手，正于房中一一试戴。妹妹，不如先坐下，喝杯茶。我记得你最喜欢喝别人剩下的。我盘中之餐，终比不过姐姐面前那碗，已经沾了4、5个人的口水，可姐姐不还是如获至宝，甘之如饴？庄寒燕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污蔑王爷！你，吕氏，
你现在贵为王妃，皇亲国戚金枝玉叶，要注意气度。你放手！哎呀，夫人，雨山，你竟然帮他！庄雨山，你我终究姐妹一场。我问你一句，你嫁入齐王府，当真心甘情愿，还是受人胁迫？什么意思呀？我嫁入王府，享王妃之位，当然是心甘情愿。你若还有半分理智，应当去一趟姚府，见一见前任齐王妃。够了！你别在这假惺惺的装好人。我们不过是各拼前程。庄寒燕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要让你知道，你可以成为京城贵女，我庄雨山也可以。京城贵女，我曾经也被贵女二字所惑。所谓贵女，并非金银之贵，亦非王宫之贵，而是身处逆境却永不言败的品格之贵，是身为女子却敢于冲破礼教藩篱、束缚规训的勇气之贵。前任齐王妃，她名唤姚望舒，她宁死也不肯沦为齐王的掌中玩物，拼上一条性命，才终于逃出升天，重获自由身。她或可称得上一生贵女，但你绝对不是。你别再说这些无用废话，这茶你必须吃下，否则别想活着离开庄家大门。傅云溪，见到本王妃还不行礼？没事吧？没事。走吧。庄寒燕、傅云溪，本王妃不会放过你们的。寒燕恭祝祖母福寿安康。刚才你们在外边吵嚷，吓得我心惊肉跳。快把我的丹参丸拿来。祖母若想心安，便应及时将这病根拔除，切忌任由病灶蔓延，酿成沉疴宿疾。若寒燕没猜错的话，祖母这病根是在祖父去世之际酿下的吧？宝婵、宝月，你俩下去吧。寒燕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祖父并非病故，死因另有其故，对吗？你这孩子乱说什么呀？走，咱们也出去吧。求佛求神不如求己。若如今有一个机会能令真相昭然，祖母是否愿赎己过，求一个余生心安？我是个年迈无用的老婆子了，靠儿子施舍一口饭吃，这么多年也就草草的活着罢了。你何必折腾我这把老骨头呢？祖母不愿开口，寒燕不敢强求。只是以后要日日请安，时时问候。你我祖孙突然和乐，以父亲这般多疑性子，会不会暗自揣测怀疑你我？又是否还会继续给您这一口饭吃？寒燕，使不得！我在庄家向来是做小伏低，当了这么多年的聋子哑巴，才换来一隅安身之所。看在咱们祖孙的情分上，你就饶了我吧。祖母所忧，寒燕了然。您这辈子在这座宅院之中，已受了太多委屈，太多折磨，难道就不想换个活法？难道就甘愿一辈子如此受人欺压？唉，我还能换个什么活法呀？
我是您孙女儿，亦可给您一口饭吃，让您安享晚年，为您养老送终。您是选择藏在恶虎身后，每日担惊受怕做个伥鬼，还是选择在此生最后几年光景，不必再做那福贵在地的哑巴聋子，而是站起身来，做个健全之人？不行不行，我与世阳母慈子孝，绝不受你挑唆。我这就告诉世阳去。既然如此，祖母也活不长久了。怎么，你还要了我的命不成？韩燕在整理母亲杂物之时，曾发现她留下一封书信，信中言辞凿凿，说当年毒杀祖父的那位真凶，竟然是咱们庄家的老祖母。呸呸呸！你这孩子胡诌什么呀？小心造了口业。我自知祖母冤枉，母亲当年暗查此事，确实是全然搞错了。她还曾多次向您探问此事。是，明里暗里确实问了我很多次。那祖母觉得，若是韩燕将这封书信上交官府，结果会如何？子虚乌有的事儿，还能将我冤死不成？祖母是否想过，若此事真闹到官府，当年毒杀祖父的真凶，是会想尽一切办法救您出来，还是趁此机会将您捂死，让您替他顶罪，从此逍遥法外，高枕无忧？韩燕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很简单，不过4个字而已：真凶伏法。祖母，我许您3日，韩燕等您决断。话已说尽，但祖母如何抉择，我尚无把握。且再等等。少夫人、家主，方才孙嬷嬷在后门现身，她鬼鬼祟祟的，只将这个交给我，便一言不发逃走了。这是水芹菜，定是祖母派她送来的。少夫人，在老爷的伙室中，似乎常年种着这水芹菜。松手！你这是？此物与寻常水芹并无异样，但根系或藏有剧毒。这便是祖母深藏多年的证据。怎么了？我的小兔子跑进来了，你快帮我找找。哎，好好，祖母帮你找啊，咱俩一起找。祖母，怎么了？哟，儿啊，你明明生性胆小，为何行此不轨？既已做了，为何不做得干净点儿？非害我瞧见。当年庄汉良乃中毒而亡，你身为亲子，难道毫无察觉？这毒水芹，乃你亲手栽种，多年之间，竟然没有一次采摘误食，庄家上下更无一人因此而亡。对此，你如何解释？
下官知罪，下官知罪。这么说，你认罪了？下官犯了保密之罪，此案主谋为庄府主母周如意。此物当真有毒？这毒水芹跟寻常的芹菜样貌十分接近，极难分辨，哪怕是误食一口也会魂归西天。你现在就跟我走，我们去齐王府找雨山商议一二。好，快点儿。你们庄夫人，请您跟我们走一趟。去哪儿？大理寺。唐嬷嬷，你赶紧去趟齐王府，请雨山到大理寺。是。妾身周如音，叩见严大人。如音，为父替你遮掩了17年，今日再也瞒不住了，你还是认了吧。老爷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据庄世阳供词指认，当年阮希文10月怀胎之际，是你暗中毒死庄汉良，并勾结段天师装神弄鬼，企图诬陷主母腹中胎儿为不祥鬼怪。如音，莫再犯上，你逃不掉，还是乖乖如实招认，就可从轻发落。当年我那一番筹谋，明明有很多疏漏，你却丝毫不察，甚至还惯着我、推着我，将那一出戏越闹越大。原来你一早就打算好了，万一来日东窗事发无从脱身，你就把我推出去当替罪羊。替人夫妻百日恩，你怎能反来诬我？你别再这般虚情假意，你将我诬为凶手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严大人，大理寺狱中还有一位犯人，请速速提审。谁？段先生，崔阿牛。怎么又是你们庄家？我错了，我悔了，您就放过我吧。崔阿牛，你可认识这位夫人？周姨娘，您荣升主母了，小人恭喜啊！夫人慧质兰心，贤德淑女，风华绝代，乃9天紫微星下凡，小人恭喜夫人得偿所愿。崔阿牛，本官问你，17年前你于庄家内宅作乱一事，可是与周如音暗中勾结，受他指使啊？这从实招来，否则再关你10年牢狱。就是他，周如音丧尽天良，恶贯满盈。他最擅长的就是搬弄是非，连同17年前庄家前后2桩祸事，小人都是受他重金相诱，被他指使，请大人明察。当年你炮制赤脚鬼流言之时，周如音可曾跟你说过庄汉良究竟因何而亡？这他未说过。不过俗话说医道不分家，小人也略通医理。当年给庄老爷驱邪之时，便曾察觉他是被人下毒，而非病重将亡。如此说来，那下毒之人一定是周如音之祖父所为。大人明鉴，方才堂上众人皆亲眼目睹，这贼道人惯会见风使舵，招摇撞骗，其口中之言绝不足为信。更何况，他只是信口雌黄，无端臆测。启禀大人，齐王妃求见。
下官见过齐王妃。严大人不必多礼，种种情由，我方才都已经听见了。二位请起吧。玉山，你总算来了。当年你虽年幼，但对此事也略知一二。你定可以为母亲作证，对不对？王妃亦知此事内情。哇，看看，我们雨山来日长大了，定是京城里闻名的大美人儿。真的吗？好漂亮啊！姨娘，不好了，老爷子突发急症，似乎快要不行了。什么？老爷子向来身体强健，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患病啊？奴婢也不知内情，姨娘快去瞧瞧吧。啊，好。别慌，别慌，老爷子此时患病，或许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大好机会。小娘，祖父要死了吗？雨山莫慌啊，这关系着我们母女的未来，让小娘好好的想一想。雨山，你难道都忘了，当年我得知你祖父病重，一时大惊失色，在房中好一番筹谋，还教你不要自乱阵脚。若是我暗中下毒，怎么会有如此反应？你当时年幼，我更无在你面前做戏的必要，所以此事是你父亲污蔑我，对不对？玉山，这世上你最知爹爹心性，爹爹怎会下此毒手？雨山，莫要再信他，我这么多年都看错他了，他把我们母女给害惨了。也罢，夕阳认罪，这一切皆是世阳所为，叫我捉取下狱吧。严大人，当年我虽年幼，但我却记得此事。当年我亲眼目睹是母亲在火市种下毒水芹，亦是她亲手下毒。夫人，您这一番筹谋，终究又是功亏一篑。不，是一番筹谋，终于成功。雨山，你方才说什么？我亲眼目睹，是你拔了毒水芹，你亲手下毒。雨山，你是为何突然鬼迷心窍？你怎么敢这样污蔑你的母亲呢？我就是被你迷了心窍，才会落得如此地步。雨山，不要说了，不要这样说你母亲。她是你生母，对你有养育之恩，都是爹爹错了，爹爹错了。好，是我
我做的，都是我做的。我的亲生女儿在公堂上当堂指认了我，所以这都是我做的。周容易认罪，周容易认罪了。严大人，当年案发之时，庄雨山还是一个幼童，他的证词不足为信，而且庄世阳夫妇一时互相指认，一时又皆伏地认罪，这其中必然尚有蹊跷，请您再宽限几日，待属下查清真相，再请2次升堂。此案证据不足，押回重审，退堂。谢严大人，谢严大人。坐。怎么回事？会是你们？我自知他不会留你性命，便一直跟在暗处。我千算万算，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最后救我的竟然是你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先走吧。我还能去哪儿？去哪儿啊？带你去看看我母亲。这是？此处便是我母亲的长眠之地。朱木堂，她何时身故？母亲离开庄府当晚，便被毒杀于京郊驿站。还有宇文伯伯、陈嬷嬷、姬兰。我还以为，若非母亲被害，你以为我为何去而复返？是庄世阳。是他。我虽知他狠毒，却也没有想到，他竟然以如此癫狂。你以为你的大女儿庄雨琴，当年又是因何而死的？雨琴，你说我的雨琴？当年傅云熙探查裴党义子一案，几乎要查到他的头上。他为了杀掉傅云熙，这才暗中下毒，却不想毒死了庄雨琴。此事确是意外，但与庄世阳也脱不了干系。姨娘觉得呢？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，庄世阳，庄世阳！而雨池之死，本来是他赶我出府，却不慎摔跌，撞在了那竹针之上。无论你信与不信，此事我却也有几分愧疚。所以，今日这毒水琴一案，也是你幕后操纵。是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此人城府颇深，他做每件恶事之前，便已早早想好退路。万一来日东窗事发，他该如何脱罪？甚至早早就找好了替死鬼。对，
这毒水琴一案，我便是他的替死鬼。是。我拿到毒水琴之时，便已猜到如今结果。而母亲与宇文伯伯当年虽掌握了一些证据，却未再深查下去，应该也是想到了这一遭。他们也知道此事？不止他们，祖母也全知晓。哼，还叫什么庄夫？拆了牌匾便是个戏班子，个顶个的能装会演。那个男人，他做的恶行以为天衣无缝，却没想到家里的女人都知道的一清二楚，真是太可笑。你还知道什么？你既已猜到毒水琴一案的结果，却还闹上公堂，执意害我，如今还想让我为你所用？我并非害你，而是救你。当然，我也有公利之心。这么多年，连祖母都能查到蛛丝马迹，而你日夜贴身伺候，又是个聪明人，绝不可能一无所知。甚至连义子一事，你或许也知晓什么内情。你想利用我对付他？如今连祖母都已与我结盟，你却还要执迷不悔。他庄世阳是什么样的人，如今你应该也已经看透了吧？这些年来，他的心性早已扭曲，看似与你恩爱相守，可你想一想，你犯下的每桩罪孽，是否都有他在其中，操控、引导？当年我嫁入庄府，庄汉良嫌弃我出身商贾之家，只准许我入府做妾。我却一心想着，只要好好的服侍夫君，夫君也对我有情，也许这日子不会难过。我为他做一个贤妻良母，可是他却把我当做一个可笑的妻子。我筹谋了半辈子，就想如主母当年一样，让女儿和我都成为京城的贵女。可如今，丈夫、儿子、女儿，容貌一个个皆已逝去，落得这一无所有的下场，就如主母在除夕送我的那个锦盒一般，落得一场空。你可亲眼瞧见，当年京城双庶，如今都落得什么下场？你花费一生光景，去求一个贵女身份，但你可知何为贵女？三从四德，逆来顺受，忍辱一生讨好夫君，便是贵女吗？那从来不是。真正的贵女，不靠金银堆砌，不以尊卑而论。一个女子，只要活得有尊严，便是贵女。你此前想过依靠儿子，倚仗丈夫，但你可曾想过，其实你也可以依仗自己而活？主母临走时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。你我虽结识不久，但作为你曾经的对手，我已经足够了解你。我知道你的欲望
野心、聪慧。我知道你是一个真正可成大事之人，你只是被真正的恶人蒙蔽了双眼，这才选错了路。我也曾恨过你，但如今早已选择了理解你，选择了放下仇恨。我希望可以和你一起共同对抗真正的敌人。周如意，你可愿意？祖母为求自保，这才为我指了一条明路。他说，真正能扳倒父亲的证据，一直都在你的手里。原来这卫士也猜到了。我以和盘托出，你手中的证据究竟是什么？一张借据。母亲，这是荆州名医开具的灰琼散，祛湿健脾，最适合属实用啦。好。老夫人，老奴将携老爷衣物时，发现内有借据欠条一张，许是房中下人大意，忘了翻一翻口袋。我不识字，你瞅瞅是什么东西？这似乎是百城府石阳村一个叫李三的农户欠了咱们庄家200两银子啊。这可抵农户10年的收成了。百城偏远，怎会有农户欠咱家的钱呢？但这债主一栏确实还能看清一个庄字啊。只是老爷在外头的事儿，我也不甚知晓。不如等晚些老爷回来了，我亲自归还借条，以免误了要事。百城府，石阳村。先前我虽未管家，却也对家中的钱财知根知底。这200两并非小钱，若不是她存了私房钱，便就是养了外室的女子。你没将那借据还她？我对此事本就存疑，又想留些体己的钱在身，我便仿了一张假的，用水泡烂，交易庄石阳时，他见字条已经损毁，并未多问，所以真物还在我的手中。所以你怀疑这笔钱与裴大夫有关？都说裴大夫的巨额财富藏于义子手中，但这桩桩件件似乎都与庄世阳脱不了干系，我这才开始怀疑起那借据钱财的来路。那张借据现在何处？仍在共同院中，我不能回去，但可请陶嬷嬷帮忙取出。她靠得住吗？我只跟她说去我房中取一些银票地契，顺道取出，应该不会起疑。陶嬷嬷，主母，您房中的财物我都给您取来了，您快些走吧，千万别再回京城了。陶嬷嬷，过去我待你并不算好，如今你却还愿意唤我一声主母啊！一日为奴，您终生都是老奴的主子。来，这个你拿着，你拿着。我房中的财物不翼而飞，老爷一定会查的。你拿上这些银票，也赶快离了庄府，好好的回家养老去啊！那老奴就不推辞了。我今夜就走。夜长梦多，快去吧。您路上小心。拿着，快走吧，快去，快去吧。哎。
拿到了。找到了。公堂之上，你为何从未想过说出此事，以此脱罪？一张借据而已，事态未明，你们大理寺会以此将他定罪。况且，若义子之事当真暴露，我岂不是要与他陪葬，死路一条？没说也好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我们先查清楚。现在庄府，你已是回不去了，可有其他打算？有这些钱财傍身，3年5载，倒也不至于饿死。但是，我现在还不能走。如今雨山还蒙在鼓里，我不能丢下他，而且我要亲眼看到壮士阳的下场。茶林酒家老板与我相熟，我先暂时安排你住一段时日。多谢姑爷。上车吧。既然已经有了线索，你我明日便去一趟百城府，查一查这借据背后是否藏有秘密。少夫人、家主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家里出事了。怎么了？二姨她今早清扫家主书房，翻出一张和离书，惊动了老夫人。阿芝小姐也瞧见了。什么和离书？你先去找阿芝，我去找母亲。母亲，二姨。云溪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母亲莫急，那和离书呢？云溪，你先跟我们说说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没见到你们吵架，这怎么闹得要和离呀？是啊，这不都好端端的吗？怎么就……母亲放心，只是个玩笑罢了。我和韩燕不会和离的。玩笑？哎呀，你这孩子，这婚姻大事怎么能开玩笑？这种事情要是传讲出去，你是无碍，可韩燕是女子，是要遭人背后指点的。母亲思虑周全，是儿子不懂事了。那和离书呢？云溪，你要真想和离，也得先跟你母亲好好商量商量啊！快去先看看阿芝吧。刚才我们在议论此事，她都听到了。是。母亲，阿芝，快睡吧，我和你爹爹都已经回来了。是不是阿芝不乖，所以你们才要和离？怎么会呢？阿芝又善良又聪明，我就算舍得离开你爹爹，也舍不得离开你。母亲是不是不喜欢爹爹？这一路走来，哭过，笑过，也曾走错过路，但是他都一直陪着我。我对他有过气恼，有过猜忌，但如今，我愿意信任他。信任是什么东西？不是喜欢吗？阿芝还小，你还不懂，信任比喜欢更珍贵，更难得。那母亲就是非常非常喜欢爹爹啦。母亲说嘛，你是不是非常非常特别特别喜欢爹爹？母亲说嘛。母亲别闹，阿芝不问了，阿芝错了。阿芝，母亲答应你，等我们把事情做完，再往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，我和你爹爹都会陪着你慢慢长大的。那我们拉钩为证。
这是什么？大婚当夜，你写了一封休书，我也写了一封和离书。为何？你我之间本是交易一场，有了这封和离书，你便可以随时抽身而退。小心放好，别弄丢了。傅云熙，你站住！若我说我不需要这封和离书了呢？你此举究竟何意？时至今日，你还说我们之间是交易一场。这一路走来，我不信你心如止水。或许我有逾矩之处，让你误会了，对不起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你早些回去歇息吧，明日一早出发百城府。终究是